那我们知道了这个理论之后，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赚钱呢？从03年到17年，香港整体的经济是非常的好，而利率还是往下在走，这就使到楼市火上加油。香港是没有了，其实他们想漏了一样东西，如果真的话，黄金的价格会直线的上升。爸爸，为什么今年人民币、台币、日元和马币都跌了这么多呢？那是因为今年美国不断的在加息，而相对美国，中国大陆、台湾、日本和马来西亚这些央行，他们的加息的速度没有跟着那么快，所以就产生了一个利差的现象，也就是说，资金在美国可以得到更高的回报，那就产生了美元不断的升值，其他的货币相对来说就贬值了。大家好，我是七爸爸张志云，在这个频道里我会分享我投资了30年的经验和心得，希望帮助大家避开股灾，找到十倍股，让财富滚雪球。那为什么这些国家不跟着一起加息呢？那其实加息、降息是由当地的央行来做决定的，而央行在决定他们的货币政策的时候，会考虑到他们当地的经济。那我们看到今年中国大陆也好，日本也好，他们的经济并不是太好。如果跟着美国一起加息的话，那对本地的经济就会有很不利的影响。特别我们知道，今年内地的房地产楼价还在不断的下跌，如果一起跟着涨利息的话，这会对楼市雪上加霜。所以中国就决定了不跟着美国加息。那还有中国和日本，他们的通胀都是非常的低，完全有空间可以有一个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所以这些地方的央行采取一个比较低的利率来刺激经济，而这个副作用对这些地方的出口也是有利的，经济也会变得更好。那香港今年的经济也不好啊，那为什么港元跟美元挂钩而不贬值呢？这里带出一个经济学的理论，叫 Impossible Trinity。 该不会是圣子、圣父和圣灵吧？那是万能的 Trinity， 我们这里讲的是不可能的 Trinity， 也就是说，在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上面有3个东西是不可能同时发生的。这3样东西包括是资金的自由进出流动、独立的货币政策和固定的汇率。那我们刚才提到中国、日本，他们有自主的货币政策，这个好处就是货币政策可以根据本地的经济的状况来对症下药。比如说，一个人发烧的时候给他吃退烧药，一个人冰寒的时候给他吃一点热的东西。所以现在中国的经济不太好，日本的经济也正在从迷失期爬出来，在这个时候一个宽松的货币政策就可以刺激经济。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的利率相对美国的要低，这个时候资金就会流走，人民币就会贬值。那中国还是希望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人民币，在这个时候中国就采取了限制资金自由的流动，限制他们出入的一个政策了。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有种种的外汇管制，中国的人民也不能把自己的钱随意的打到海外来。这就是在这个不可能的3个 Trinity 当中，中国是放弃了资金流动这一块。那日本的资金是可以自由的流动的，所以我们看到日元的贬值相对中国的人民币要贬得更快。所以有很多人看到日本的楼价便宜就去那里买楼，其实你知道了日本有独立的货币政策的时候，你就应该能够推算到日本的经济不好，它的央行会推行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它的利率非常的低，这就导致了日元是持续的贬值。所以当年买了日本楼的朋友，就算楼价有轻微的反弹，但是在汇率上也是损失惨重。
那现在日元持续的贬值呢，其实是有利日本的经济的，包括刺激他们的出口和吸引更多的游客去日本旅游和消费。我们最近就在日本旅游，感觉那里的东西真的是好便宜，当然我们也买了好多东西。那回到香港，因为香港是一个非常小的地方，而香港很多的企业，他们的生意来往都是跟全世界的贸易和投资有关系的。一个稳定的汇率可以使到这些贸易公司做安排、做买卖。香港因为要回归中国大陆了，当时很多人对港元没有信心，港元当时对美元是从1块美金对5块港币变成了1块美元对10块港币，很多的公司因为这样录得了大量的亏损，甚至倒闭，对企业做买卖是非常不利的。所以香港的金融管理局就在1983年开始推出了联系的汇率，把港元跟美元挂钩，固定在每一个美元可以换7.8元的港币。所以这个联系汇率这么多年来是给到香港一个稳定的货币，造就了香港的经济的繁荣。但是我们知道，有了稳定的汇率，而香港也是资金自由出入的一个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就失去了自主的货币政策。因为道理很简单，当美国在加息的时候，香港不能够有自主的加息或者降息的决策权，它一定要被动着跟着美国去加，要不然的话，在香港的资金就会马上流走，流到美国那里。所以香港是被迫的要加息。那我们知道了这个理论之后，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赚钱呢？一般来说，经济好的时候就会加息，经济不好的时候就会降息。那经济好的时候其实是有利房地产的，因为租金会增加，空置率会下降，楼价也会涨上去。但是有自主货币政策的地方，这时候也会加息。我们也知道，加息对楼价会不利，因为买楼需要借钱，加息使到利息的支出增加了，这样楼价的投资的价值就会下来。所以一般来说，在美国或者中国这些地方，经济好和经济不好的时候，有2个不同的因素使到楼价的波动没有那么厉害。但是在香港，因为没有了自主的货币的政策，从80年代开始，香港的经济还在高速的增长，但是它的利率是跟着美国长期的下跌。所以我们看到香港的楼价在2019年之前都是不断的往上涨，变成了全世界楼价最贵的地方。就算政府出了不同的冷却楼市的措施，楼价还是往上涨。这里很多人的错觉是地产霸权，好像李嘉诚啊这些地产的发展商把楼价抬得很高来赚取暴利。其实楼价不是由地产发展商来定的，他们还是需要根据市场的价格来定的。从03年到17年，香港整体的经济是非常的好，而利率还是往下在走，这就使到楼市火上加油。2019年开始，香港经历了种种的挑战，香港的经济是不太好，但是美国在2022年开始加息，香港还要跟着它加息，所以这个时候香港的楼市要比2019年有社会运动和2020年到2022年有新冠疫情的时候还要严重的多，就是因为香港是没有了自己独立的货币政策，所以我个人预测香港的楼价在这个时候还会跌，而且跌的可能要比其他地方的要多。I see。那马来西亚最近又说 Ringgit 跟美元挂钩，那这样到底可行吗？首先我们看一下，马来西亚是有资金出入的管制的，所以它放弃了资金的自由流动，它是可以又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又有固定的汇率。但是这样做会吓跑外资的投资，因为外资投资之后，以后的资金要撤离的话会被限制。
我们看到在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当时的马来西亚首相马卡蒂尔就限制了资金的流动，但是这个措施有它的副作用，当时使到很多的外资撤离，马来西亚的经济在97、98、99年是衰退了3年。那当然，现在 Ringgit 应不应该跟美元挂钩呢？欢迎你在下面留言，特别是马来西亚的网友，我也想听一听你们的意见。那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对于美元也开始失去了信心。那如果有一天全世界的人都对美元失去了信心，美元崩溃的话，那港币跟美元挂钩，港币是不是也要完蛋了呢？的确，现在是越来越多人知道美元背后是空气，没有任何资产去支撑的。越来越多人的确是不相信美元了。但是问题是，除了美元之外，其他的货币也好不了去哪里，因为其他的货币背后最大的储备是美元。那如果美元有问题的话，其他的货币也一样有问题。所以相对来说，美元还是全世界这么多政府发行的货币当中相对最安全的一个。但随着俄乌战争的爆发之后，美国用了美元做一个战略武器，越来越多的国家觉得把他们的货币完全压注在美元这个储备货币上面是极不安全的。所以美国政府其实是毁掉了美元这一个非常难得的储备货币不可动摇的地位。所以我相信，如果全世界人真的有一天不相信美元的话，他们可能会回到真金白银或者一些有价值的稀有的资源。当然有人会质疑，如果回到了金本位，现在世界的黄金根本不足够。其实他们想漏了一样东西，他们还是用今天的金价大约1900美元一个盎司的黄金来计算，黄金要背书全世界流通的货币。如果美元真的崩溃的话，黄金的价格会直线的上升。那如果我们要回到金本位的话，那有可能是几万甚至几十万一个盎司黄金。那到时候又有足够的黄金可以做到全世界货币的主要的储备了。那当然，港元跟美元挂钩，主动权在香港这里。当美元崩溃的时候，香港的金融管理局完全有可能把港元跟另外一个资产去挂钩的。当然，这个美元完全崩溃的可能性在短期内发生的机会还不是太大，但是我们也要做好这一个风险管理。原来看通货币政策真的能帮助我们投资哦！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聆听戚发法的分享哦。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的话，也可以在留言区留言，并且记得点赞、分享和留言我们的影片。那我们下期再见。